哇，大家快看，在重庆的深山里边啊，我们发现了这一座挂在悬崖绝壁上的神秘建筑。无人机凑近一看，整座建筑都是木质结构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座建筑竟然仅靠2根碗口粗的木棍支撑，看上去啊摇摇欲坠，随时都会倒塌。走在上面啊，会让人两腿发软。脚下就是万丈深渊。那么古人是采用什么办法，又为何把这座建筑建在悬崖绝壁上的？这里边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秘密？更神奇的是，在这座建筑的后面竟然隐藏了一个神秘山洞。山洞的深处，我们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造像，很明显就是有人居住的痕迹。而且山洞深不见底，究竟通往何处？今天跟随阿波的镜头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这里边到底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。我们走吧。它这外面都是用这种木头来做的这个防护栏，特别的安全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沿着这儿上去啊。它这个路啊都是在这个崖壁上，然后凿出来的。你看，一次只能放1只脚，而且是这样横着放的哈。你这样放的话扣不住，横着放。走这上来。哇，这下面是真高啊！它这一件都是最为险的，你们看一下啊，都是用这种大的木料啊，然后呢，从这个崖壁上然后搭建而成的。这下面都是空的哟，悬空的哈，非常非常的高哈。来，我们继续往这儿上来哈。哎，它的这个位置还有3块这样的碑啊，这上面写的是啥？投入公碑。这个应该是，这个碑是后面他们来修缮，然后募捐的一个功德碑。走这边吧，这3块碑都是啊。哇，走在这边啊，瞬间感觉就出来了，能让人啊双腿发软。我的个天呀！哎呦，这下面是真高啊！来，你们看啊，想要去到这个木屋啊，必须踩上这个悬空的这种木桥才能上得去啊！哎呦，腿都发软了。哎呦！来，你们看一下这下面，不是开玩笑的，非常的高哈。来，过来吧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上到这栋木屋了，但是这种木屋啊非常神奇啊，它下面是靠碗口粗的2根木棍支撑的。我一会儿带你们过去，那边就能看到。我们从这儿过来，走在这上面啊，让人啊胆战心惊的。来，你们往下面看，这个位置不是我吹牛，你们自己看，看到没有？都是悬空的，还有这边看到没有？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！我此时此刻站在上面，就手指这么厚的一块木板，下面就是悬崖绝壁，要是掉下去啊，我跟你讲啊！骨架连骨头都找不到。你们看一下，它的中间这个位置还有一口这么大的铁锅，它这个地方就是烧纸的。你看这里面烧了很多的纸啊灰，说明这个地方平时很多人过来烧香。你看中间这一尊，这一尊应该是观音菩萨。你看它的木头雕刻而成的，看上去呢有点年代感了哈。就是非常陈旧了，估计这一尊观音造像应该有几百年了吧哈。你看它上面这个位置，它还有一层，但是上面这一层我们上不去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一边哈，这一边，这上面是不通电的哈，它平时都用的这种太阳能哈。哦呦，看一下这边，而且呢。我刚才看了这个木屋啊，它全部采用榫卯结构。你看这些地方看到没有？全都是榫卯的哈。
没有用到一颗铁钉啊。所以说这古人实在是太聪明了，而且啊，把这个木屋啊修在这个悬崖绝壁上面镶嵌上来的，下面就是垂直的，已经过了几百年了，你看屹立不倒啊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往这儿来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方，你们注意看啊，它这儿还有一个水槽，这个应该是原来蓄水的一个水池啊。它这后面啊，大家注意看啊，竟然还有一个很大的洞，好深啊！你们看，我人工步走下看一下，特别深啊，非常大。它后面这个地方也是用木头搭建的一个平台啊。然后我们想去下面那个洞里边去看一下，洞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从这儿钻过来哈。哎呀，这个地方非常窄呀，过来要慢点哈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从这儿爬过来。来看一下下面，哇，这个天呀，这就是洞道的入口啊！看上去啊，哎呀，简直非常的神秘啊！你看啊，包括它这个崖壁上这儿啊，还有很多的字啊。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上面写的是神仙，什么呢？看不清楚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上面，它上面这儿，你看啊，上面写的有求必应。啊，这个牌牌上好像画的是一道灵符啊，你看，看到它不是很清楚了，你们看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一尊不知道是谁呀，我还真不知道啊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它这个崖壁上啊，都是人工开凿的痕迹啊。你看，光是这个入口啊，都是用石头砌的，一梯一梯的走下来的。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，走。哎呦，他这儿发现一个神龛，那你们看一下，它的上面还有一块红布，这上面写的是啥哟？这个好像是个药王的牌位哦，但是我们也不敢用手去摸它，我们就往下面走吧，走。哇，这下面非常的大呀！你看这个钟乳石啊，没有成千上万年形成不了的。你看它这儿还有根木棍搭在这个位置，不知道干嘛的哦。哦呦！你们看，最里边还有一座房子哦。这个地方好神秘啊，一看应该是有人居住的痕迹啊。哇，这里边实在是太大了。你们看这上面，这个钟乳石非常的漂亮哦，到处都是啊。这下面非常的宽阔啊。看一下，这中间有一座房子，我们看一下里边到底有什么啊？来，我们注意看啊，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些香，平时应该很多人来烧香。然后中间有3尊这样的佛像，但是呢，我也不知道它雕刻的到底是谁啊？你看啊，这个脸型看上去非常的饱满。然后呢，非常的友善，但是中间这一尊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啊？他耳朵特别大，头上戴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也一下子说不出来哈。但是他双手合十，这一尊我还真没认出来，他到底是哪一尊佛哈？还有我们的右边这一尊，没看出来，但是我看他肯定有年代感了，应该是有几百年了哈。还有这边还有哈。它这边这个位置还有2尊，这一尊呢
看上去也是非常友善。但是这一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它的头没有了，只剩下身体了哈。旁边这个位置还有很多的红布，你看还有很多的香，这儿还有一个香炉，平时烧香的哈。它这个洞啊特别大，你看这儿还有一口水缸啊，这个位置平时就是饮用水的哈。这里面应该装满了很多水啊，说明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人居住的哈。看一下这边，这儿怎么有很多的脚印呢？难道有人从这儿进去吗？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来，这儿感觉有很多人走啊。你看它这条路啊，走的非常的光滑。来，走这儿，原来真的有条路进去啊，非常的窄啊。大家注意看啊，这儿还有一根这种木头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根就是下去的路，从这儿下去了。我们现在出去了，这里面太热了，非常的隐秘啊，这个地方。就在悬崖峭壁上，谁能想象，在一个木房子的后面，竟然别有洞天，有这么大一个洞穴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终于从这个洞里边，然后走出来了。我敢确定，在这个洞里边是有人居住的痕迹，因为在下面有水缸，还有一个舀水的盆儿，有人在里边睡觉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山洞里边啊，下面竟然还有一个房子，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的神像，但是不知道供奉的是谁呀。但是我敢肯定啊，这座寺庙至今为止啊有几百年了。就连我刚才在下面问80岁的老人，他都说这座寺庙有几百年了，但是什么年代根本不知道，因为这里没有任何记载。但是呢，就留下了这座挂在悬崖绝壁上的寺庙，因为下面呢就全靠2根木棍支撑。但是这座寺庙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原来的寺庙是毁坏过的，后面是当地的村民然后募捐，然后重新把它修缮的，所以说才保留至今啊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为什么古人会在悬崖绝壁上修寺庙？为什么不修在下面呢？下面不是更方便吗？还要费这么大的劲儿来这个悬崖绝壁上悬空修这么一个悬空寺，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啊。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就到现在为止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